古圣城城门口的不远处，萧炎一行人正排着队准备进城。不曾想，等终于轮到他们了，却遭到了一老熟人的刁难。此人正是与萧炎有过好几次过节的黑烟军统领灵泉。萧炎，谁许你来此处的？灵泉冷喝道。萧炎看了看灵泉那狰狞至极的脸，十分的平静，手指微曲间就将一玉铁弹向了灵泉。灵泉知道这玉铁不是那么好接的，但他着实也没把萧炎看在眼里，将一层薄薄的斗气附着在手掌上，就朝着玉铁抓去。然后新鲜的烤猪蹄儿就出炉了，一股肉眼可见的白雾自其手掌处冒出。灵泉也是个狠人，十指连心啊，明明痛得要死，却还是硬撑着接下了玉铁，查看了信息之后才咬牙切齿的讽刺，以星陨阁的实力根本就没有接受邀请的资格。萧炎却不怒反笑地回答道，上面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既然你不认识字的话，那便将玉铁还来吧。灵泉气炸了，当下就冷声道，想要过来拿便是。这话音刚落，刚才还在手里捏得死紧的玉铁就不见了踪迹，再定睛一看，那玉铁正乖巧地待在萧炎的手上呢。狠话还没放完，就被啪啪打脸的灵泉瞬间就涨红了脸。混账！怒极的灵泉身份也不顾了，竟一掌朝着萧炎拍去。砰的一声响起后，一人影就倒飞出去，拥抱城墙啦。好不容易将自己从人形坑洞里拔出来的灵泉懵了，他甚至都没反应过来自己是怎么被踹飞的。想当年初见萧炎之时，自己想虐就能虐死他，在叶家见面时，自己的实力尚还比萧炎高出一星，现如今他居然连萧炎的出手都看不见了。灵泉之前强撑着没来得及咽下去的鲜血当下就喷了出来。萧炎将玉铁收入纳戒后，才冲着那满脸惊骇的灵泉微笑道，灵泉统领，抱歉了，下手重了点，不过下次也麻烦你不要再做这等蠢事，毕竟像我这样手软的人可并不多。不得不说，萧炎这嘴呀，可是一如既往的毒啊，气死人不偿命的那种。黑烟小队，把他给我擒了！灵泉红着眼，面色狰狞的怒吼道。唰，门口将近100名古族战士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将手中的长枪对准了萧炎。一旁的小医仙几人见这情况，身形一动，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身旁。双方像是约好了似的，都奉行着敌不动我不动的原则，只是这气氛嘛，却是越来越紧张了。就在场中剑拔弩张的气氛即将达到顶点之时，萧炎突然出声道，灵泉，你身为黑烟军的统领，难道只想着公报私仇？这玉铁是由古族所发，既然我们持有玉铁，那么便是古族的客人，而以你的地位，恐怕没有这等资格来擒住我吧。灵泉愣了2秒后，刚想开口狡辩，一道铁塔般的身影却是突然出现。发生什么事了？壮汉道。没事。灵泉抹去嘴角血迹，目光却是紧盯着萧炎道。壮汉皱着眉头，顺着目光看去时，周围的那些黑烟军战士中，一小领队快速上前，冲着壮汉道，见过武统领。随后简单清晰地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叙述完毕。你便是那个萧炎？武统领道。星陨阁萧炎。萧炎冲着武统领拱了拱手道。武统领还没接话，灵泉那又酸又嫉妒的声音就传来了。没错，他便是小姐嘴中的那个萧炎。现在你还想让他进去吗？这话说的，萧炎隐隐察觉到了什么，看着样子自己的名字在这古族之中已经被不少人知道了，想来多半是因为自家的小妮子。想到这里，萧炎不由得轻叹了一口气。那武统领看向萧炎的目光十分的复杂，但萧炎还是能够察觉到那一丝丝敌意的，甚至已经做好了被刁难的准备。不过那武统领沉默了一会儿后，竟转头冲着灵泉呵斥道，你还有没有脑子？他持有玉铁，那便是我古族宴请的客人，像你这般是想让别人嘲笑我古族不懂礼节不成？被凶了的灵泉顿觉自己更丢人了，但他不服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得受着。谁让对方不仅地位比他高，实力还比他强呢？冷哼一声是灵泉最后的倔强。灵泉退下后，武统领便对着萧炎抱了抱拳，沉声道，萧炎阁下请吧，请先在古圣城待几日时间，到时候自会有人接你们前往古界。萧炎点了点头，没有接话，带着小医仙等人缓步走向城市。只是在经过那武统领身边时，对方突然小声冲着萧炎道，不知能否寻一个时间与萧炎阁下切磋一下。
我是很想看看你能否真的配上小姐。果然啊，萧炎在心里暗叹了一声后，缓缓地点了点头。萧炎很清楚，以后这种切磋挑战只会更多。谁叫自家薰儿这么优秀呢？真是烦恼。又在心中为自己日后的繁忙下场哀叹了一声后，萧炎才一挥手带着众人走了。望着萧炎消失的背影，林泉目光阴冷的喃喃道：萧炎，你躲在外面倒还好，但你既然要自己自取其辱的来我古族，那便只能够怪你有眼无珠了。你这点实力在我古族年轻一辈中可没有资格逞凶。另一边，云雾缭绕的云峰之上，一道身着淡青衣裙的女子身后突然出现了一黑影。小姐，萧炎少爷到达古圣城了。该黑影躬声道，这熟悉的画面，熟悉的场景，绝美的脸庞，除了薰儿之外还能有何人？林老，他还好吗？女孩轻柔的道。现在的萧炎少爷已不是我这老头子能看透的了。据我接到的消息，林泉在其手中一招都走不过，想来萧炎少爷的实力至少也在4星斗尊了。林老感叹道，这才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萧炎就能从一个小小的斗者成长到如此地步，小姐的眼光的确是不差啊。薰儿微微一笑，没有接话，心里却是想着，她始终都是相信萧炎哥哥的能力的，即便当年在萧炎哥哥最落魄时，她依旧坚信着，因此她同样相信萧炎有能力解决因自己前不久在古族宣布的事情所带来的麻烦。对，没错，萧炎被针对的源头就要来了。让我们把时间回到不久前的古族长老会议上，这会议讨论的就是薰儿未来的婚事。众长老都在为此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身为当事人的薰儿却是极其平静地说出了让所有长老都是脸庞抽搐的话：无论你们是反对还是支持，我喜欢他，而且你们改变不了。萧炎，媳妇儿的霸气告白，我恨自己不在现场。众长老，你就看我们让不让你横着出去吧。青年才俊们，什么？我们水灵灵的大白菜要被猪拱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